有一個數字，每次看到都會讓人陷入長久的沉默。在很多國家和地區，每兩對滿懷憧憬結婚的夫妻裡，就會有一對最終走向分道揚鑣。在這個越來越追求自我的時代，結婚的人越來越少，而離婚的人卻越來越多。有人說，是因為現代人太自私了，遇到一點困難就選擇放棄。有人說，是因為現代人太理想化了，對婚姻期待太高。有人說，是現在的誘惑太多了，手機和網絡破壞了關係。這些說法或許都有一點道理，但他們都太浮於表面，因為這冷冰冰的數字背後隱藏着的，其實是一個個真實的人，在經歷着生命裡最痛苦也最心碎的撕裂。你好，我是阿素。在上一集裡，阿素陪大家走過了親密關係裡的3層戰場，我們看清了日常的衝突、隱形的權力拉扯，以及極度失衡之後的傷害。當一間屋子裡的硝煙散盡，當所有的妥協和退讓都走到了盡頭，很多關係最終還是不得不面對那個最無奈的結局。為什麼我們明明是拍着胸口說要白頭偕老的人，走着走着卻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？這本心理學經典《親密關係》在第9章裡，用了一種極其震撼也極其溫柔的視角，帶我們去直面這個看似殘酷的課題。他不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去評判對錯，而是想借科學的眼睛幫你看清關係走向終點的真實規律，以及當一段關係結束之後，我們會經歷什麼。歡迎來到親密關係第9章，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分手和離婚？我們先來看看現代社會離婚率為什麼越來越高。書裡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。第一個角度是社會結構的變化。在幾十年前，離婚在很多文化裡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，不只是法律上的困難，更是社會壓力上的困難。離婚意味着失去社會地位，意味着被親友評判，意味着經濟上的巨大風險，尤其對女性來說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很多不幸福的婚姻會繼續維持，不是因為兩個人真的解決了問題，而是因為離開的代價太高了。隨着社會的發展，這些外部的障礙慢慢降低了，女性有了更多的經濟獨立性，法律對離婚的限制減少了，社會對離婚的污名化也在減弱。這意味着那些本來就不幸福的關係，現在有更多的機會真正的結束，而不是繼續維持一個空洞的形式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離婚率的上升不完全是一件壞事，它有一部分是人們獲得了更多選擇的結果。第二個角度是我们對婚姻期待的变化。我們在第5章聊過這個問題，現代人對婚姻的期待是歷史上任何時代都沒有過的。我們期待一個人同時滿足我們情感、經濟、性、精神、社交等所有層面的需求。這種期待讓婚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當現實不可避免地無法滿足這種理想化的期待，很多人會感到失望，覺得也許我找錯了人，開始尋找下一個可能更完美的對象。第3個角度是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。經濟壓力、工作壓力、育兒壓力，這些都在消耗一對伴侶的時間和精力，讓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維持和滋養關係。手機和社交媒體在我們已經聊過的那些方式裡，持續地侵蝕着關係裡真實的連接。書裡並沒有把離婚率的上升簡單地歸結為現代人不夠努力，而是看見了這背後更複雜的社會和文化因素。那麼，哪些關係更容易走向終點？書裡引用了大量研究，總結出了一些預測關係走向的重要因素。戈特曼的研究發現了幾個最準確的預測指標。第一是鄙視的存在。我們在第4章提到過這個概念。當一段關係裡出現了系統性的鄙視、諷刺、嘲弄、翻白眼、貶低，這段關係走向終點的概率會大幅度上升。鄙視意味着一個人已經不再把伴侶當成一個平等的、值得尊重的人，而這種態度幾乎是無法在關係裡共存的。第二是防禦、批評和築牆的持續存在。我們在第4章講過戈特曼的末日4騎士。當這4種溝通方式成為一段關係裡的主導模式，關係就已經在非常危險的地方了。第3是正面互動和負面互動的比例。戈特曼的研究發現了一個著名的5:1法則，在穩定、幸福的關係裡，正面的互動和負面的互動比例至少是5:1。也就是說，每一次爭吵，每一句批評，
需要至少5次溫暖的、積極的互動來平衡。當這個比例失衡，當負面的互動開始壓過正面的互動，關係就開始走下坡路。除了這些互動層面的因素，書裡還提到了幾個更具結構性的預測因素。一個因素是結婚年齡。研究發現，結婚太早，尤其是在青少年時期，離婚的風險更高。這不是說年輕人不能有好的關係，而是說一個人的價值觀、人生方向、對自己的了解，在年輕的時候還在快速的變化，這種變化有時候會讓兩個人越走越遠。另外一個因素是原生家庭的影響，父母離婚的人，自己離婚的概率更高。這不是命運，而是模式的傳遞。如果你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段健康的、長期的關係是什麼樣的，你就沒有那個內在的參照系來引導自己建立和維持一段這樣的關係。還有一個因素是經濟壓力。研究發現，經濟困難是關係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壓力來源，不只是因為錢本身，而是因為經濟壓力會放大關係裡所有其他的問題，讓原本可以被管理的衝突變得更難處理。書裡說，沒有任何一個因素可以單獨決定一段關係的命運，但當幾個風險因素疊加在一起，而兩個人又沒有足夠的資源和意願去面對它們，關係走向終點就只是時間的問題。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分手它是怎麼發生的。在講離婚之前，我們先來看分手，因為分手的過程往往比我們以為的更複雜，也更漫長。書裡告訴我們，大多數關係的結束不是一個突然的決定，而是一個漫長的、往往充滿矛盾的過程。研究者把這個過程描述為幾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內心的不滿開始積累，一方或者雙方開始對關係感到不滿，開始更多的關注伴侶的缺點，開始在心裡進行比較，如果我不在這段關係裡，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？這個階段往往是秘密進行的，另一方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。第二個階段是表達不滿或者尋求改變。這個階段，不滿開始被說出來，可能是通過爭吵，可能是通過直接的對話，可能是通過某種危機的爆發。這是一個關鍵的節點，如果這個階段被認真對待，如果雙方都願意做出改變，關係還有可能被修復。但如果這些信號被忽視，或者改變的嘗試失敗了，不滿就會繼續積累。第三個階段是內心的撤退，一方或者雙方開始在情感上撤出這段關係，他們開始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關係之外，開始在心理上做準備，想象沒有這段關係的生活。外人看來，這段關係可能還存在着，但內心的連接已經開始斷裂。第四個階段是真正的結束。分手的實際發生，往往只是一個早已在內心完成的決定的外部執行。了解這個過程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啟示：如果你在一段關係裡感到某種隱隱的疏離，如果你或者伴侶已經進入了第一或者第二階段，這不是一個需要忽視的信號，而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信號。很多關係的結束是可以被預防的，如果那些早期的信號被及時的看見和回應。那麼分手之後，我們會經歷什麼？分手是很多人生命裡最痛苦的經歷之一，但書裡告訴我們，這種痛苦是有規律可循的，也是會過去的。研究發現，分手之後的情緒反應，在很多方面和失去親人的悲傷非常相似。這不是誇張，而是因為一段重要的關係結束，意味着真實的失去，不只是那個人，還有那個和他在一起的自己，那些共同的計劃和想象，那種被了解、被在乎的感覺。書裡描述了分手之後人們通常會經歷的幾種反應。對於被分手的一方，最初的反應往往是否認和震驚，然後是強烈的悲傷和憤怒，然後是一種想要挽回的衝動。書裡的研究發現，被分手的人往往會經歷一段時間的抗議行為，試圖聯繫對方，試圖說服對方改變決定，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暗示，或者做出一些試圖引起對方注意的舉動。這種行為和我們在《依戀》那本書裡講到的焦慮型依戀被激活之後的反應非常相似。對於主動分手的一方，情況往往更複雜。很多人以為主動提出分手的人會感到輕鬆和解脫，但研究發現，主動分手的人往往也會經歷悲傷、內疚以及一種反覆的矛盾感。我做的決定是對的嗎？書裡還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，分手之後，
人們往往會對前任產生一種玫瑰色記憶，只記得關係裡好的部分，淡化那些讓他們決定離開的問題。這種記憶的扭曲會讓一些人在分手之後反覆的想要復合，但真正復合之後，很快又會想起當初為什麼要分開。最後我們來看看分手之後如何走出來。書裡給了一些真正有用的建議。第一，允許自己悲傷。分手之後急着振作起來，急着證明自己沒事，往往會讓悲傷被壓抑，而不是被處理。那些沒有被充分經歷的悲傷，會以其他的方式表現出來，比如在下一段關係裡，在莫名其妙的情緒爆發裡，在那些突然湧上來的空洞感裡。第二，減少和前任的接觸。書裡的研究非常清楚地顯示，分手之後繼續保持頻繁聯繫，會延長情緒恢復的時間。這不是說要充滿敵意，而是說給自己和對方一段真正的空間，是癒合的必要條件。第三，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，不是為了報復性變好，而是因為在一段關係裡，我們往往會把很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伴侶和關係裡。分手之後，那些時間和精力需要找到新的方向，不管是工作、朋友、愛好，還是重新認識自己。第四，認真的反思這段關係，不是為了找人來怪罪，而是為了真正的理解，在這段關係裡，我學到了什麼？我的哪些模式在這段關係裡起了什麼作用？這種反思是避免在下一段關係裡重複同樣模式的最重要的功課。書裡說，分手的痛苦是真實的，也是有意義的。他在告訴你，這段關係對你來說是重要的。而當痛苦慢慢過去，留下來的應該是一個對自己和關係有了更深理解的人。我們來看一個很多人都會覺得熟悉的故事。小寧和阿哲在一起5年了，他們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背叛，也沒有激烈的爭吵。但在最後1年裡，小寧越來越感到一種說不清楚的疲憊，不是對阿哲這個人的疲憊，而是對這段關係的疲憊。他感到2個人越來越像室友，越來越少真正的連接。他試過幾次提出來，但阿哲每次都說我們不是好好的嗎？然後話題就結束了。他感到自己的感受沒有被認真對待，慢慢的，他開始在心裡撤退。分手是在一個很平靜的晚上提出來的。阿哲愣了很久，說：“我不知道你已經想了這麼久。”小寧說：“我說過很多次了。”阿哲說：“你說的時候，我以為你只是隨便說說。”這段對話是很多關係結束前最典型的場景之一。一方在發出信號，另一方沒有聽見，或者選擇沒有聽見。等到真正的結束來臨，一方感到措手不及，另一方已經走了很遠。分手之後，小寧經歷了幾個月的低落。他以為自己應該感到輕鬆，但他感到的是悲傷，不只是失去了阿哲，而是失去了那5年，失去了那個和他一起構想過的未來。但在那段低落慢慢過去之後，他開始做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事，一個人旅行，重新聯繫久未見面的朋友，認真地問自己，他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樣的關係。他後來說，那段時間是他真正開始了解自己的開始。聽完小寧和阿哲的故事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一種感同身受的遺憾？在感情裡，最讓人絕望的，往往不是出軌和背叛，而是一方已經在心裡走了很遠，而另一方卻以為他只是隨便說說。回到我們開頭的問題，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分手和離婚？書裡給出的答案，不是現代人不夠努力，也不是現代人太自私，而是一個更複雜、更誠實的回答。社會在變，期待在變，我們面臨的壓力在變，而我們處理關係的能力，往往沒有跟上這些變化的速度。有些關係結束是正確的選擇，但有些關係，如果當初那些早期的信號被看見，如果那些溝通障礙被認真處理，如果2個人都願意做那些困難的工作，也許可以走到不同的地方。理解這一章，不是為了讓我們對關係感到悲觀，而是為了讓我們在關係還在的時候，更認真地對待它。正如書裡所說，分手的痛苦是真實的，也是有意義的。他在告訴你，這段關係對你來說是重要的。而當痛苦慢慢過去，留下來的，應該是一個對自己和世界有了更深理解的人。所以，請不要把分手和離婚當成一場人生的失敗。有些關係的結束，其實是一次正確的止損。關係可以畫上句號，但你在這段感情裡吃過的苦，學到的東西，
永遠都不會消失。這一章，我們聊了離婚率上升背後的社會原因，預測關係走向終點的重要因素，分手的過程和它的幾個階段，以及分手之後我們會經歷什麼，以及如何走出來。當所有的傷口都在時間裡慢慢結痂，當過往的風暴徹底平息，我們終究還是要打起精神，去面對那個所有人心中的終極夢想。如果我想讓現在的關係走得更遠，如果我依然渴望一段長久、幸福、能夠白頭偕老的愛情，科學到底能給我們什麼樣的解藥？下一集，也是我們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，阿素想把全書最溫暖的禮物送給你。我們來聊聊如何維持一段長久的親密關係。我是阿素，陪你慢慢變得更清醒、更強大。我們最後一集見。